这两天，郑州市春林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郭平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因为各大媒体都留意到了该校于2020年在旅游巡刊写真地理第22期中发表了一篇实验性质的论文，题为“熟鸡蛋变成生鸡蛋，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这本写真地理实际上也是无聊，原本专注的是旅游休闲与人文地理等范畴，结果居然关心起了民科，这版面费800来块钱的小费用，结果却把他自己给搭进去了。然而就整件事而言，可能还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君爱炼药，药欲成。其实看过这篇论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小朋友做科学实验的认真态度和精神。无论实验流程、过程配图，还是标题格式、文献参考，都做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事实经不经得起推敲是一码事，但这种求知求真的态度又是另外一码事。有意思的是，该校居然能够组织起一大波同号的中小学在读的民科爱好者，在郭平老师的亲自指导下，一道进行了这场让熟鸡蛋重新变成生鸡蛋的有趣的实验。单就好奇心而言，这些青少年的大胆实验和探索值得肯定。我爱练鼓，鼓已清。让人惊叹的是，在学生、学生家长和校长的一同见证与参与下，这些反生后的生鸡蛋居然真能成功孵化成雏鸡，而且还是成功反生孵化了40多枚的熟鸡蛋。无论过程如何，真实与否，这样的结果足以让参与实验的同学们产生出更多求新求真的治学动力和信心。任何实验不都是一种拓展思想和眼界的体验吗？只不过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这个拥有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国家2级企业培训师、全脑开发首席教研官、家庭教育指导师、快速记忆讲师等等衔头相当厉害的校长郭平，虽然拥有20多年郑州大学成功教学管理经验，却无法提供成功而具体的操作步骤。虽然他反复强调说这次实验很成功，他也承认说我不知道原理，我只知道现象。试验求索追先者，校长郭平说这话有些深奥。他在此前已经发表过植物类的反生论文，题为煮熟绿豆反生发芽的实验与思考。或许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这次在动物类的反生活体实验成功后，他就要进行下一波的人类的反生实验了。那可是死里复活、起死回生的更高尝试了。也应何得天上行？请注意，郭平对外界的质疑声音表示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做实验是自己的个人爱好而已，与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虽然他的主要培训内容其实就包括这些实验，也就是所谓的全脑技术、脑科学解读、能量训练和意念移物。意念的意思很广，包括土遁、火遁、水遁、风遁、木遁、盐遁等等，以及意念断物、绿豆发芽、叶子复原等等实验性的课程。这些貌似反科学的有趣的想法，去尝试尝试，其实也未尝不可。君爱炼药，药欲成；我爱炼鼓，鼓已清。试验求索追先者，也应何得天上行？在中国其实就缺乏这种试验精神。虽然论文造假、汉芯事件、水变油事件、冰刻机技术等等都是让人头痛的周期性的难题，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是值得鼓励和商榷的。因为先大破才能大立，先否定才能肯定。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往往都只是关注产品、技术、专利的创新，
其实这些都是创新的末，而不是本。真正的创新是要重视组织形式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而从娃娃抓起，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念上的创新和组织上的创新吗？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高速的发展时期。如果我们在创新的层次和框架上不断的完善，或许未来的20年里，中国真的能够迎来创新的高潮。